乌军已经稳定哈尔科夫局势，乌士兵称俄无坦克可用。俄罗斯在苏梅方向囤积部队，西班牙和乌克兰签订长期军援，包括31辆豹二。俄罗斯改编和爱沙尼亚国境线，谢尔斯基确认法军进入乌克兰，美军装备首批4轴无人机。连续几周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内部的猛冲后呢，俄罗斯北方集团军似乎已经精疲力竭了，仅推进了10公里，在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方向几乎寸步未进。不得不说，俄罗斯的持久力确实不太行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6号表示，目前乌军已经掌握了哈尔科夫边境地区的控制权。泽连斯基在前线视察时表示，乌军目前的防守重心已经向哈尔科夫倾斜。在过去的1周里，俄军损失了大量士兵，估计在2000到3000人之间，而乌克兰军队伤亡则相对较低。泽连斯基表示，哈尔科夫方向俄乌的伤亡比十分惊人，每8名俄罗斯人的伤亡才能换来1名乌克兰人的伤亡。自战役开始以来，俄军就将进攻重点放在了哈尔科夫东北侧的沃夫昌斯克。尽管俄罗斯国防部曾宣布占领了该地区，但2周过去了，沃夫昌斯克的大部分地区仍掌握在乌军手中。乌军凭借灵活的战术和针对性的反击，不仅巩固了防御体系，还对俄军造成了重创。5月27号，乌军继续在哈尔科夫州反攻，在利普齐，乌军已经夺回了该地北部的一片田野。在沃夫昌斯克，俄军仍然在进攻，但尚未取得明显进展。一名乌克兰士兵在5月25号参加了沃夫昌斯克的战斗。事后，他在社交媒体表示，他们从凌晨4点出发，1个小时就到了沃夫昌斯克，但到了城市之后，他们就只能步行了。这名士兵表示，城市情况十分危险，天上到处都是无人机。他们只敢在灌木丛中前行，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无人机是不是说乌克兰语的。到了预定作战地点之后，他们就开始原地挖土建造防御工事，而俄军的炮兵呢，就像上班一样，6点准时开始炮击，下午3点结束，每分钟会有6到12发炮弹落在城市里。但同时，乌军的火炮部队也开火了。不过，由于北约限制，乌军不能压制俄军的火炮阵地，只能攻击前线的俄军。这名士兵在出发时背了35公斤的反坦克装备，不过没有派上用场。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几乎是没有动用机械化部队，只是用步兵进行冲锋，乌军称其为冲锋队。最后呢，这名士兵表示，俄罗斯北方作战集团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因为损失速度太快，而且不能迅速地进行更换。同时，北方集团军还要兼顾包围俄罗斯边境的任务，这使得俄军只能用冲锋队进行战斗。大兵认为，胜利日阅兵上唯一出现的一辆 T-34已经说明了俄罗斯目前的装甲储备已经快要见底了，否则不至于让1辆坦克参加阅兵。虽然俄罗斯号称坦克储量超过1万辆，但其中绝大多数已经因为长期存放而年久失修。目前俄罗斯工厂生产的绝大多数坦克也都是这些冷战坦克的翻新版。而哈尔科夫州的情况或许已经说明了俄罗斯部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把坦克当成消耗品，一次进攻消耗10几辆装甲车，其对装甲部队的使用会更加谨慎。同时，俄罗斯步兵的好日子似乎也要到头了，因为没有坦克的掩护，作为进攻方的他们在平坦广阔的乌克兰土地上要更加危险。不过，对于俄军方高层来说，相比于1辆就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坦克来说，这些便宜的冲锋队或许也是不错的选择。虽然俄罗斯在沃夫昌斯克碰了壁，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表示，俄军正在为新的进攻行动做准备。目前，乌克兰和北约的情报系统都观察到，俄军正在哈尔科夫市西北90公里处，乌克兰边境附近集中一支规模不详的部队。战争研究所报告，他们通过卫星图像证明，俄罗斯最近几周在该地区扩大了物流活动，定居点内和军用仓库的活动频繁，可能是在储存后备物资。乌克兰国家边防局代表安德烈·德姆琴科警告说，俄军部队呢很可能会向苏梅州或者与苏梅接壤的哈尔科夫州地区发动进攻行动，以进一步沿乌克兰东北部的国境线拉伸乌克兰军队。
有观众可能会认为俄军在哈尔科夫防线没有长驱直入，证明俄军太菜了，数倍于乌军却连第一道防线都没有突破，5万大军连打几个星期，最远才推进了10公里。然而德姆琴科的话却带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路，那就是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表现会不会又是一场阴谋呢？我们都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绝大多数的伤亡不是因为短兵相接，而是因为火炮、导弹等重型远程火力。所以在2023年，俄乌双方都不敢推进，因为谁进攻，谁就会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范围，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进攻方一定要加快节奏，快速通过敌方火炮覆盖区域，进入定居点和敌方巷战。无论俄乌，基本都是这个打法。然而在哈尔科夫，我们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作为进攻方的俄军反而不着急了，即便每天都要承受着乌军的炮火，即便北方集团军还手握着4万部队没有动，但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的俄军却表现出不想再继续进攻的意图。一个非常明显的举动就是，俄军在进攻第2天就主动炸毁了沃夫昌斯克市中心的2座桥梁。这2座桥梁呢，是连接着该市的南北两半，一旦被炸毁，俄军就难以向南推进。当然，乌军也是一样。这说明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意图可能不是要长驱直入，而是在大概10公里的这个位置拉伸战线。有的观众可能会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进攻方的俄罗斯来说，不仅没有好处，甚至还会因为兵力分散，继续为进攻增加难度。如果在其他地方，俄军的这一动作确实没有意义，但在哈尔科夫情况则变得不同了。如今乌军的火力极大程度地依赖北约提供的装备，比如弓箭手和凯撒自行火炮、海马斯火箭系统等等，他们可凭借着更强的射程和精准度，对俄军的远程火力形成压制。然而在哈尔科夫，俄军的远程火力都躲在俄罗斯境内，按照北约的禁令，乌克兰无法使用北约武器对俄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无异于给俄军后勤部队套了一个魔法护盾，让该地区的乌军十分被动。他们既不能向前进攻，把俄军赶出国境线，又不能后退，缩减苏梅和哈尔科夫市的缓冲地带。根据现在的俄军部署，未来一段时间，俄军可向哈尔科夫市西北部的2个乌克兰城镇佐洛奇夫和博霍杜西夫方向发动进攻行动，或者向西对连接博霍杜西夫和苏梅市的 P45 高速公路发起进攻。这会让乌克兰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为了保持防御能力，乌克兰将不得不从其他方向调集部队前往哈尔科夫。大兵认为，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持续这种战术，直到俄北方集团军集中了足以在短时间内突破的部队，俄军才有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进攻。然而，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报告，就算北方集团军集结完成，也不足以展开能够包围苏梅或者哈尔科夫的行动。西班牙给予乌克兰10亿军援。根据西班牙媒体《世界报》报道，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专机降落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上一次西班牙国王亲自迎接还是2022年6月拜登访问西班牙时发生的。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西班牙对泽连斯基的重视。随后，泽连斯基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进行了会面，双方正式签署了一项价值10亿欧元的军事双边安全协议。这项双边安全协议包括提供19辆经过修复的豹式坦克、爱国者防空导弹、大批155毫米火炮弹药和西班牙生产的武器。同时，在2027年，西班牙将再向乌克兰提供54亿美元的援助，并将援助豹2坦克的数量增加到30辆。这将是西班牙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次军事援助。会面结束后，桑切斯和泽连斯基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倍支持乌克兰。对西班牙来说，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泽连斯基则表示，这份协议是一份重要的战略协议。当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时，西班牙并不软弱，感谢西班牙人民和政府对乌克兰的帮助。1995年6月9号，德国和西班牙政府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用于购买豹2坦克。这些坦克将在西班牙组装，其中60%到70%的部件是由西班牙公司制造，生产时间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此外，德国政府同意借给西班牙陆军108辆豹2A4用于训练，为期5年。
1998年，西班牙同意采购豹 2A4， 目前呢，西班牙共有104辆豹 2A4 处于服役状态。这次对乌克兰的援助占据西班牙陆军坦克储备的1/5了。除了占领乌克兰的土地，俄罗斯还想在海上开疆拓土。5月23号，爱沙尼亚警察和边防局报告，在当天晚上，俄边防部队在划定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国际边界的纳尔瓦河中，单方面拆除了24个浮标。这些浮标呢，用于标记爱沙尼亚和俄罗斯的分界线。爱沙尼亚东部地区边防局局长表示，这些浮标是爱沙尼亚和俄罗斯在2022年俄乌战争前一同决定放置的，计划放置250个，不过呢，现在才放了50个。他无奈地表示，俄罗斯拆除浮标的理由是不满意2024年初爱沙尼亚放置浮标的位置。爱沙尼亚外交部表示，俄罗斯拆除浮标是一种挑衅性边境事件。目前，爱沙尼亚外交部已经要求俄罗斯立刻归还浮标。乌克兰总司令奥列克桑德·希尔斯基上将5月27号表示，他签署了允许法国军事教官访问乌克兰训练中心的文件。该决定是在27号，希尔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与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努进行视频通话之后提出的。希尔斯基表示，他欢迎法国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事教官的倡议，法国的决心将鼓舞乌克兰的其他伙伴加入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法国国防部5月27号告诉法新社，自从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26号会见欧洲领导人，讨论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以来，法国一直在讨论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军事教官，但至今乌克兰没有确认该消息。这是乌官方首次确认法国军事人员在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是第一个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西方领导人。3月4号，马克龙在接受捷克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袖手旁观，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支持乌克兰。我们计划向乌克兰直接派遣一支小型军事部队，担任基辅武装部队的教官。5月16号，《纽约时报》报道称，北约确实在讨论向乌克兰派兵，训练乌克兰军队。即使是此前强烈反对北约出兵进入乌克兰的美国，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将军也表示，虽然这种行动将危及教官的生命，但向乌克兰派遣北约教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27号，美国陆军无人机系统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了一篇新闻稿，表示他们已经成功向第2空降师第101旅的战斗部队交付了短程侦察系统，以及完成了新装备的培训。这一举措是陆军通过为部队配备最新的无人驾驶飞机，提高作战效率工作的一部分。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快速交付无人机系统，并以技术速度为这些系统添加新功能，对于确保我们的部队在战场上具有作战优势至关重要。美军这次装备的无人机属于 SRR 系统2代，商业名称为 Skydio X-10D。这是一种小型的自动无人机，拥有红外和夜视侦察能力，续航长度为45英里，从背包打开到无人机上天提供视野仅需40秒钟。机载 AI 允许无人机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向前线部队协同作战，自动识别可能的威胁。根据新闻稿称， SRR 系统将提升班排级士兵的现代化能力，并增强士兵的生存能力。SRR 配备先进的传感器，提供实时侦察、安全和目标捕获功能。这些系统向指挥官提供及时的数据，从而能够快速、明智地做出决策。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